大家好，欢迎回到人我行天下。作为葡萄牙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里斯本是去葡萄牙旅游必打卡的地方。在里斯本走走，到处都透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和当年曾经的海上帝国的辉煌。里斯本好玩的地方比较多，我们分2期视频来介绍。这一期是上期介绍景点，下一期视频介绍剩下的景点，还有衣食住行的攻略。里斯本其实不大，主要景点有2堆儿，一堆在西边近郊的贝伦区，另外一堆在市中心的几个老城区，上城区、下城区和阿尔法马区。市中心的景点基本都是走走就能走到的，但是贝伦区和市中心之间是要坐车的。先来看看贝伦区吧。贝伦区在里斯本西边，塔霍河入海的地方。大名鼎鼎的贝伦塔是里斯本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就站在河边，有500年的历史。这个塔看着挺漂亮，干啥用的呢？据说最早是个防御工事，5层高的塔装饰和雕刻都挺精致的，怎么看怎么不像能打仗的样子，感觉就是个花架子。可能后来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贝伦塔后来成了海关楼、电报站、灯塔，还有地牢、监狱。现在终于找到定位了，作为葡萄牙历史见证的网红拍照打卡绝好的地点。贝伦塔里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摆着一些老式的炮，在那里装样子。从贝伦塔往东走10分钟左右，就是大航海纪念碑，也叫发现者纪念碑，很高很显眼，肯定不会错过的。能在纪念碑上有个雕像的，都是葡萄牙当年响当当的人物。站在最前面带着大家看大海的是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乃至整个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先河的人物。我那个葡萄牙阿尔加维视频里提到的欧洲大陆最西南端的小镇萨格里什，有一座人类第一座航海学校，就是恩里克王子搞的。站在王子身后的就是历史课本里学过的达伽马、麦哲伦等等这些大航海时代如雷贯耳的大咖，一共33人，一起见证着葡萄牙帝国曾经的海上霸主的辉煌。贝伦区还有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热罗尼摩斯修道院，也是个里斯本的文化地标。这座修道院是600多年前为了纪念达伽马成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壮举，耗巨资修建的。修道院外面看很壮观，里面也是雕梁画拱，极致精美。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8、9成的建筑被毁，里斯本人死了1/3。这座修道院屹立不倒，只伤了些皮毛。葡萄牙鼎盛时期的功力可见一斑。不过修道院开放参观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看了觉得有点不过瘾。挨着修道院东边是个教堂，里面有达伽马的墓，可以瞻仰一下。教堂这部分是不要票的，但是修道院是要票的，一般队还都排得挺长。打卡完贝伦区这3个地方，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靠北边一点的阿如达王宫。这座王宫也很漂亮，是大地震之后建的。葡萄牙王室19世纪的时候住在这里，现在是个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当年王室的用品，从桌子、椅子、油画、灯具，一堆一堆的，有点乱，感觉像个皇家储藏室，但确实都是当年的国王、王后、王子、公主们用的真东西。西边这些景点看完，就可以移步里斯本市中心的老城区了。这里好玩的可多了。咱们先从塔霍河边上的商业广场说起吧。这个广场是欧洲最大的广场之一，两边的建筑物都是大地震后重建的。这个商业广场的名字也是为了感谢当年灾后重建里斯本，资本家们出钱大方而起的。广场中央是葡萄牙国王若泽一世的骑马雕像。这位若泽一世命不好，赶上了大地震和大海啸，被吓废了，不敢住屋里，就一直住在帐篷里。不过里斯本大地震确实惨烈，基本全城覆没，对当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葡萄牙真是雪上加霜。海上霸主国运从此一蹶不振，挺悲催的。好在若泽一世手下有个能臣庞巴尔侯爵很厉害，带着大家弯道超车，用现代理念重建里斯本，
改革政治经济，是葡萄牙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商业广场北面有个奥古斯塔街凯旋门，穿过去就到了市中心了。凯旋门上面有几个葡萄牙风云人物的雕像。另外，这个凯旋门是可以上去的，在上面360度看看，风景不错。穿过凯旋门，再往东北方向走个10分钟，就到了圣乔治城堡，也叫圣若热城堡。这个城堡是里斯本地标之一，从城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城堡最早是穆斯林摩尔人建的，1147年被葡萄牙开国国王阿方索一世攻破。现在城堡里有个小博物馆，有些里斯本和城堡本身的历史文物。我们觉得这个城堡是里斯本最值得的景点，倒不是因为它的历史文化，纯就是因为这里是里斯本的最高点，看风景的最佳位置。在城堡的高墙上走走，可以各个角度好好看看里斯本。圣乔治城堡附近有几个广场，虽说不是必打卡的景点，但在老城转来转去总是会路过的，也可以看看。罗西乌广场又叫佩德罗四世广场，是个本地人常去的广场，周围一圈咖啡馆和商店。广场中间的一个大柱子上是佩德罗四世的铜像。这个佩德罗四世挺有意思，在巴西长大，对巴西感情太深，自己造自己家的反，闹着把巴西独立出去了，自己当巴西的皇帝。后来他老爸死后，他又回来，接着当葡萄牙国王。广场北边是玛利亚二世国家剧院，纪念玛利亚二世的。佩德罗四世的大女儿也当过葡萄牙女王。无花果广场就在罗西乌广场东边隔壁，广场上那个骑马的雕像是若昂一世。若昂一世是个明君，他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大航海领军人物恩里克王子。这对父子俩对葡萄牙的小国崛起功不可没。罗西乌广场西北方向没几步路有个光复广场，是纪念葡萄牙在1668年重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建的。广场中间有个象征独立和胜利的方尖碑。从圣乔治城堡往西望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罗西乌广场和无花果广场。光复广场也能看到那个方尖碑。还有一个贾梅士广场，离其他几个广场稍微远一点，在老城西边。广场上的塑像是葡萄牙最有名的诗人路易·贾梅士。这附近也是购物商圈，有名的28路当当车这里有一站，可以下来看看。好了，里斯本视频的上期就先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接着介绍景点，还有衣食住行攻略，可以期待。多谢观看，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评论、转发。